穿成娱乐圈出名的绝望的文盲后，我被经纪人塞进了一档名字叫《寻找真学霸》的综艺中。导演说，其他人学，你负责蠢。我存在的意义就是让网友看看208万们能蠢到什么地步。只是所有人都不知道，传来前一秒，我正在实验室里研究粒子对撞；上一秒我还在实验室里，下一秒视网膜上火光冲天。在睁眼时，我成了娱乐圈的废柴女演员程蕊。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站在我面前，我就知道你是装晕，赶紧收拾，准备录制。我头痛欲裂地接收着大脑中的各种记忆，好半天才回过神。面前的男人是这具身体的父亲，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财迷。为了赚钱，他把女儿和不到15岁的儿子都塞进了娱乐圈最底层那种。明明生的一张好脸，却要在各种综艺节目里站桩挨欺负，永远被人踩着。因为脑子不会转弯，在直播里说漏了某顶流谈恋爱，原主和弟弟都被网友骂出翔。这个当爹的却哈哈大笑着鼓掌，说黑红也是红。因此他明明知道自己小孩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，仍然毫不犹豫收下了寻找真学霸节目组的邀约，就迎风挨骂呗。但他一定没想到我出现了。在原来的世界里，我是被称作天才的存在。我又看了一眼合同，不蠢就是违约则。我瞄了瞄眼前这个卖儿卖女的男人，满口黄牙，口秀熏天的嘴脸，我当尼玛的对照组。这种爹1分钱也别想赚到。收拾好行李后，节目组的车很快赶来，将我拉到了录制小屋门口。一起来的还有原主的弟弟程威，被网友戏称为万念俱灰的文盲，比绝望还绝望。其他3人分别是新晋小花许诗诗、顶流的绯闻对象，2个选秀冠军爱豆关喆和宋冲互为对家。这几个人中，应该就有节目组要捧的真学霸。喇叭里 PD 提醒我们，请许诗诗、程威、程蕊做出题板上的题目，完成签到。我扫了一眼题板，是2道简单的方程题，但凡动笔算一下，都是看不起自己。但身后的大屏上飞速地滚动着各种弹幕。程蕊为什么连眼神都这么呆呀？家人们，他好像在看着我们，骂他。酒漏鱼滚出娱乐圈好吗？我侮辱谁呢？我这小半生做题无数，还从来没人敢在我面前这么猖狂。我在心里冷笑着，看了眼题目，一个初中生都会的方程组。解方程组 xy 等于 zxy，xc 等于 yxc，yz 等于 xyz。这题乍一看答案很简单，但简单也是一种陷阱。身后的大屏丝毫不给面子，我笔还没抬起来，祖宗8倍的智商都被损完了。只见一个许诗诗挥笔写下了 x 等于 y 等于 z 等于0和 x 等于 y 等于 z 等于1，弹幕瞬间炸裂。我操，扫一眼就算出来了，不愧是自己考上必影的，牛啊，这才是这道题的陷阱吧。果然，其他3人仔仔细细在白板上拿笔演算了起来。看着他们一个个托腮拧眉的样子，我感叹道：“这就是娱乐圈的水平啊！”弹幕火速跟上，程蕊在碎碎念什么呢？神经了吧？自己做不出来，偷窥别人黑板。我摇摇头，写下了5组答案，除了0和1，还有 xyz 分别等于0，另外2个为2的解。在我写下答案的瞬间，刷出的弹幕更气人了。家人们，他背题，太不要脸了，鬼才信他能最快做出来。所以是有大佬包歪了他，想靠这个给他洗白吗？程蕊滚出娱乐圈啊 ！PD 命令摄影师关了摄影机。程蕊，你秀什么呢？许诗诗悄悄靠近我，白葱似的手指了指在一边的程威，你还是留着聪明帮帮他吧。果然，工作人员伸手拦住了程威，你没有完成做题签到。我走到程威的题板旁边，低头扫了一眼，本该写着答案的区域，他笔走龙蛇的签上了自己的大名。干嘛呢？是做题，不是签名。我不会呀，程威理直气壮。这方程你都不会解呀？你还是高中生吗？程威不屑地摊手，会解方程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我仰天长叹，算是明白娱乐圈明星的文化水平了。已知程威是个吃货，我故意冷下脸，解不出来你就别吃饭。好在程蕊是有点姐姐的威严在的，程威立刻服软了。姐，我学。于是另外2个嘉宾来签到时，正好撞见我在教程威解方程的场景。他们过来打招呼，你们在做什么难题啊？让我也看看。而当他们看到那道方程时，表情瞬间变得精彩纷呈。我干笑着站在程威旁边，第一次深深地感觉到，这个节目对来说，我最大的挑战不是各种难题，而是我拖后腿的弟弟。我们身后的大屏上，此时也快速滚动着各种弹幕。哈哈哈，我要笑死了！别人奥赛题都做出来了，他弟刚哥这学家减消员，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不过程蕊好像没那么蠢那是跟程威比而已。50步笑100步，也有够丢人的。其中几条关于许诗诗也没答对的弹幕，早已不知道被淹没到了哪里。程威用了1小时才进入小屋 ，PD 让我们先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。许诗诗不必说了，大家都认识。
两个男生中，关喆和程威一样是高中在读，宋冲是本科在读。那程蕊呢？弹幕里有人问。他呀，高考都没考，去国外买了个文凭。我都替程家姐弟尴尬，人家有2个是国内顶尖大学在读，那个高中生弟弟也是状元苗子。程家姐弟确实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不过你们也别忘了，这个综艺是辨别真假学霸，身份是可以伪装的。排除法，首先排除程家姐弟，你们不记得他俩之前录节目，惩罚口诀都背错了。我对弹幕里的嘲笑全然不知，只是环顾着录制小屋。刚才 PD 过来说了，节目组早已为我们打扫好了房间，可以直接拎包入住。但是这些房间有好有坏，我会给你们每人发一个题板，谁最先准确完成全部题目，就可以优先进行挑选又做题。我擅长啊，我可是很久都没参与过这么原始的比赛了，手指本能的兴奋弹跳。为了公平起见，节目组决定给关喆和程威发一样的题板，给我们剩余的3人发一样的题板。弹幕里早就蹲守了一堆看热闹的观众，要公开处刑了，最爱看一些社死名场面。50年后，程家姐弟都会想起这个下午，都会忍不住脚趾抠的，哈哈哈！我侧目扫了大屏一眼，本想不屑的冷吃一僧，可心脏却忽然坠得一痛。我下意识地按住胸口，然后慢半拍地反应过来，这大概是这具身体残留的反应。那种疼痛的快要窒息的感觉从我的心口弥漫开来，我捏紧拳头，在心里暗道，绝不让那个坑娃的爹在得逞，他要什么就偏不给什么。我的题板上总共3道题。想当年全院高数均分60-70的时候，都只有我一个人拿了满分，这种题目能难住我？我很快将题板交给 PD， 他挥挥手，语气有些不耐烦，别闹，你看人家多认真，你也别太敷衍了。我写完了，我又重复一遍。PD 无语地接过我的题板，和许诗诗换了一个眼色。他自然是看不懂上面的解题过程的，只是看其他人埋头打着草稿，题板上写的满满当当，而我那上面还有一半的空白，脸有点泛黑。你糊弄我有什么用？等会儿有专门的老师批改。那你快找他帮我批啊，我赶着分房子呢。PD 白了我一眼，满脸狐疑。我就不信了，我怡然自得地坐在那，活动着酸疼的肩颈。突然，一团卫生纸砸了过来，我微微侧目，就对上程威吃了屎一样的表情。他用口型对我说：“姐，救我！”我皱了皱眉，刚准备起身，一个工作人员就走过来，横在我们中间，要自己完成。我朝程威摊了摊手，这就没办法了。弹幕里一片嘘声。程威真的好蠢啊，程蕊不也一样吗？有一说一，我刚才截了题让我哥做，他好歹也是985的大学生呢，他都没做完。程蕊一看就在摆烂啊！我看着这些无脑发言，垂下眼眸，遮去眼底的讥诮。摆烂，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这2个字。长了嘴干什么不好，非要在这里指点江山，真是可笑。PD 很快就去而复返，他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。这是你自己写的，不会是你抄的吧？我指了指仍在奋笔疾书的几人，不如你说说，我抄的谁？ PD 面色一闪，给身后的老师让位置。常教授，确实是他。他话音刚落，身后的小老头就激动地走到我面前，就是你只用了一半的时间解出来了我出的题。我点头，你就是许诗诗。我扭过头去，许诗诗一脸黑。他是程蕊。常教授皱了皱眉，扶了扶眼镜，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愣了半天才感叹道：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！这是我当年招入门弟子的题，这么多年来还没人答得让我满意过。程蕊，欢迎你！弹幕里彻底炸了。我去，是常教授出的题。冷知识：常教授是菲尔兹奖获得者，国宝级别的科学家。节目组真是大手笔，连他都请得来。可是为什么他直接问是不是许诗诗？许诗诗名气大吧？毕竟程蕊除了被骂，实在查无此人。可是小老头似乎很欣赏我，双眼放光地向我推销他的团队，完了迫不及待地问我：你要不要来加入我们？ PD 赶紧摆摆手，让他别激动。常老，程蕊他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。我不悦地蹙起眉，这个世界的人怎么一个比一个会膈应人？谁让你替我谦虚的？ PD 猛地一噎，而小老头根本不搭理。PD， 我不是骗子，你可以上网搜搜我的名字再做决定，好吗？我想了想，认真地点点头。比起娱乐圈，我确实更爱学习。如果不能回去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弹幕里的网友们彻底懵了，我笑死了。程蕊刚才防火防盗防诈骗的眼神是真的吗？常教授这几年不是连学生都不愿意带吗？怎么突然现场招徒了？节目组要死了，一看就是剧本强捧遭天谴。总算有人跟我想的一样了，程蕊又不可能换脑子，肯定事先背了题，太不要脸了。可是常教授会赔这种208万演戏吗？我不是替他洗牙，我单纯好奇。谁都没想到，我一个酒漏鱼能分到最豪华的房间，而这个房间就像提前为谁准备的一样，连卫生间里的牙刷都摆好了，上面还贴心的挤好了牙膏。也不知道什么少爷才能有这种待遇。我打电话给工作人员，请他们帮忙把东西收走。
没一会儿，来的却是总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PD。他摔东砸西的把东西收拾好，又连拖带拽的从卧室里收拾出一个行李箱。我挑了挑眉，我这是一不小心把萝卜坑里的大萝卜踢出来了呗。PD 人虽然灰头土脸了，嘴巴倒挺能说。你就再嘚瑟一会儿吧，程蕊，接下来翻车了，你只会被骂得更惨。我歪头看他，越发了解到了原主的艰难处境，怎么人人都想踩一脚啊？拜托，你怎么确定我会翻车呢？我真的很怀疑，这个世界的人不是长了张嘴，就是不会好好说话。既然如此，我还非得教会他们说人话了。当晚吃饭时，我又见到了 PD， 他坐在我对面，表情扭曲的像一朵菊花。我知道他不喜欢我，原因很简单。他之前录综艺时就找过这具身体的原主，然而那期节目播出后潮声一片，原主阿巴阿巴顾左右而言其他的样子，也被网友们戏称为绝望的文盲。要不是这次录制前搞了个网友票选，大家就想看娱乐圈出名的笨蛋姐弟做对照，他根本不会再找我。我看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估计是想着下午的不愉快，不好主动跟我搭话。于是我主动放下筷子，给了他个台阶。你想说什么？观察团第一期投票，一共5个人，3个投给了你，我真是服了，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情，除了我，一圈人都懵了。毕竟人人都知道，我和陈薇是他们找的对照组。你们是不是想那个陈薇挠挠头，那词叫什么来着？什么什么羊？你是不是想说玉仙羊？对，虽然我解蒙对了几道题，但他怎么可能是学霸？你们是不是想炒热度啊？ PD 语塞，半天憋出来一句：你们姐弟真是一个不会说话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一个不如不会说话。弹幕里此刻笑成一片。陈薇别上学了，去干工地，这么擅长拆台，笑不活了。他真的过于了解程蕊，哈哈，我咋觉得这个实心眼子还有点可爱呢？前面是有恋蠢症吗？怎么又杠起来了？救命！程薇还想让我也解释2句，但我只是云淡风轻地看着 PD 投给我。那他们蛮有眼光的。程薇 PD 第一期节目播出后，由于走向太过诡谲，成功屠了热搜榜单。这真的是程蕊吗？他不会被夺舍了吧？没有人觉得他解出所有题，在那悠闲转笔的时候真的很帅吗？本质性恋，疯狂心动。前面先别急着心动，大概率是节目组的剧本。除此之外，许诗诗买了节目的名额，想立学霸人设也上热搜。那天之后，他看我的眼神像冰一样。我耸耸肩，习惯了，题场上见真章吧。相比较来说，和弟弟同龄的关喆对我好像没有一开始那么避嫌了。只有宋冲一个人游离在外。娱乐圈啊，果然都是势利眼。一时间，无数人守着节目更新，就想一探究竟。节目组有热度白不炒，干脆发了一条动态，听说大家对程蕊的真实实力很好奇，不如亲自来给他出道题。我当然不相信他们打的是什么好主意，不过难为别人，快乐自己，这个道理在哪个世界都成立。不过短短几小时，评论区就出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题目。选我这道，程蕊能做出来，我倒立洗头；选我，这道他做出来，我直播吃星号。我看楼上是自己想吃吧，我反正不信程蕊开窍了，他能把这题简单的做出来，我都给他磕头。网上的腥风血雨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心情，我照旧录完节目就是吃。但跟屁虫程薇不知道跑哪去了。相处下来，我也明白了，他这人太过于单纯莽撞，怕他被人算计欺负，我只能挨个房间去找。我一连逛了好几个休息室，在最后一间也没看到人影。正准备离开时，忽然听见帘布后面传出窃窃私语声。要不是我天生耳力好，可能还真就注意不到了。我掀开帘子，后面还有一道小门。再走近，就听见 PD 和导演的声音。咱们就把评论区合适的题目搜罗起来，让他跟程蕊一起做，用他们年轻人的话就叫现场 battle， 能行吗？会不会太无聊了？这您就别担心了，现在光是下一期节目的约人数都创新高了。可是程蕊，您不会也觉得程蕊突然开窍了吧？我跟他一起录过节目，他就是一个草包，那些答案指不定是从哪搞到的。PD 越说越来劲，哎呀，导演你就别犹豫了，他可是你亲生的，到现在一点话题度都没有，所有人关注点都跑程蕊身上去了。导演的语气似有松动，我是担心他到时候紧张，表现得不够好。放心，开小灶的老师我都安排好了，保准一次性给他立稳天才人设，这次就让程蕊当块垫脚石。他是谁？这事儿让我在心里嗤笑。导演啊导演，没想到萝卜居然是你带来的。我故意后退2步，重重地踩在地上，谈话声果然戛然而止。PD 猛地拉开门，满脸警惕，看清楚是我后，他的眼神有些闪躲。程蕊，你来干嘛？你没看见外面贴着导演休息室吗？我还真没看见，要不然也听不到这一出大戏了。你是不是在外面偷听我们讲话了？他又问。我嘲讽地勾了勾唇角，刚来，什么也没听见。PD 肉眼可见地长舒一口气，皱起眉，不悦地责怪我：
下次别往这边来，没了镜头。他毫不掩饰对我的厌恶，不长脑子还不长眼睛吗？我懒得还嘴，这人也就嘴巴能说说了。没多久，新一期节目录制，果然有工作人员提出要给我和神秘人物来一场单独的比赛，问我敢不敢应战。我抬起下巴，饶有兴趣地指了指对面紧张的男生：“你为什么不问那人敢不敢呢？那人肯定去试试。”他对我的敌意很大，没给过我好脸色看，还在第一次签到的时候给我打了脸，等着机会复仇呢。我今天就是想套这个话。工作人员一噎 ，PT 不悦地接过话：“程蕊，你能不能别挑事？人家大大小小的竞赛参加了不知道多少回了，这对人家来说就是家常便饭，人家用得着犯怵吗？我摊手，这么厉害啊？那还挺有挑战性的，我喜欢。”PD 鄙夷地看着我。第二天上场的人竟然是关喆，我才猛地回想起那次许诗诗莫名其妙被黑了之后看向我的眼神，原来是在看我身侧的关喆。竟然一个节目坑，所有人给他抬咖，幕后 boss 不简单。今天只好让姐姐我来打他的脸了。节目组给的比赛规则很简单，房间正中的大屏充当题板，每次显示一道题，只要有人做出来，题板就会被刷新。你们要是不嫌累，可以一直比下去，网友出的题管够。PD 道，但是呢，要有谁嫌累，也可以随时认输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瞟了我一眼，我全当没看见。最后谁回答正确的题目更多，就算谁获胜。我点点头。陈薇在边上紧张地拉着我的袖子，要不算了吧姐，一道题都做不出来，怪丢人的。我一记眼刀扫过。陈薇立马改口，没事儿，反正我们丢人也不是一两天了。我无语。关喆也走过来，本着一张脸告诉我，每一道题我可以让你5分钟，5分钟后我再转过来看题目。你确定？我问他。他点点头。弹幕里此刻也全在为我叫衰，这还要比吗？我看了关喆简历，程蕊根本不可能赢。可是上次分房子的时候，不就是他第一个做完的？节目组的噱头呗，拜托，常教授是谁呀？怎么可能轻易收徒？要我说，观察组投票肯定也是节目效果，傻子都知道程家姐弟是对照组，怎么可能投给他们？208万的千层套路，我真是见识的够够的。赛正式开始时，关喆很守约定地转过身去，大屏上刷出第一道题，估计是开胃赛，还算简单。我几乎瞟了一眼就有思路，然后在心里默默计算。PD 见我不动笔，表情很是得意。我怜悯地看着他，他可能还不知道，我这块垫脚石，一般人还真没资格站上去。我快速在题板上写下答案，点击确认。与此同时，大屏上刷出了第二道题，而关喆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转过来。怎么回事？ PD 皱眉喊道剧组，没人提前检查设备吗？题库为什么会自己刷新？有没有一种可能啊？我看着他挑衅的笑，是我回答正确，触发下一题了。怎么可能？ PD 和转过来的关喆一起惊呼出声。我勾唇看着他们，笑意未达眼底。在他们惊讶的片刻里，我看着后面的题板，又写下了第二题的答案，点击了确认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关喆一个箭步冲到我身边的时候，大屏上刚好刷出了第三题。我扫了一眼，在脑子里想着解题思路，一边挑眉问他怎么说，还要不要继续让我5分钟？他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，你怎么可能做这么快？我转着手里的答题笔，故意朝 PD 歪了歪头。可能死耗子就爱往我这个瞎猫跟前撞，然后停下笔，再一次在题板上写下答案，点击确认。大屏上转瞬刷新出了第4题。关喆面如土色，刚才放下的狠话就像一记响亮的巴掌，重重地拍回他脸上。镜头后的导演脸色越来越差，可这档综艺主打的就是真实无剪辑，他根本没办法掐断直播。陈薇倒是高兴得厉害，大喊着我姐牛逼，然后像一只癫狂的大猩猩，拼命撺掇着周围的人给我鼓掌。趁大家神色各异的时候，我又写下了新的一题答案。大屏再次刷新，关喆呆愣地站在边上，似乎还没回过神。还是 PD 先看不下去，提醒他快点写答案呀，题目多着呢，你还有追上的机会。关喆这才咬咬牙，将视线投回大屏上。他偷瞄了我一眼，下一秒飞速地在题板上写下一个答案。随着大屏翻页，他才舒了一口气，看来答案对了。我噙着笑看他，并没有直接揭穿，他没有任何思考，直接写下了答案。关喆估计是尝到了甜头，也可能单纯输怕了。题目刚刷出来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在题板上写下答案。随着大屏一次次翻页，观众很明显地发现了不对劲。不对呀，他怎么可能看一眼题目就知道答案？这些题的计算量不小啊！你怎么不说程蕊刚才也是直接写答案？不一样，前几道题简单点，而且程蕊好歹还有思考的时间，关喆真的完全没有犹豫，就跟背答案一样。前面的酸鸡，承认有人比你家姐姐强就这么难吗？弹幕里吵得不可开交，即使有工作人员帮着控评，也完全压不住吵急眼的网友们。
很快，弹幕上刷的全是不是在背答案，就说你们是不是在背答案。工作人员装瞎，他们就嚷嚷得更厉害。RNN 节目组别给老子装死，让他们写过程，不然结果不算数。我花钱点播，可不是看他俩在这背答案的。救命啊！不会真的在这给我们演吧？诡计多端的208万，导演眼见要翻车，又急又狠地瞪了 PD 一眼，都是他想出的馊主意。PD 马上凑到他耳边耳语了几句，随后回到镜头前，装出刚看到网友弹幕的样子，惊讶地读给我和观者听。这样好不好？他跟我们还有观众商量。题目太多了，所有过程都写出来太不切实际，只让他们写关键的式子，意思行吗？观众答应后，我问观者你怎么说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他梗着脖子道。而我则轻笑一声，太想出风头，注定要翻车的。随着题目越来越难，我的解题速度几乎没变化，而观者却跟不上了。他的纸上涂了一团团的黑疙瘩，估计是开小灶的时候没听明白，记下了答案，根本记不住解题步骤。随着我一次次刷新出新的题目，观者心态彻底崩了。随着一声大吼别播了，他重重地撂下笔，捂着脸蹲坐在地上。工作人员面面相觑，他又猛地起来暴走，我让你们把直播掐了，没听见吗？这哪能掐啊？掐了所有人都知道有鬼了。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则直接熟视无睹，又连刷了2题，才侧过身看他。你这是认输了？观者目眦欲裂地瞪着我。他们不是说你乘法口诀表都背不好吗？你怎么可能做这么快？你是不是提前拿到题了？我微笑道，心中有佛，看什么都是佛；心中有屎，看什么都是屎。弹幕里这回彻底炸开了锅，宋冲的粉丝们都冲在了最前线。程蕊刚才的表情好帅，姐姐杀我！确实啊，我去，他的表情好意味深长，不会在内涵观者吧？NSDD 观者有问题，前面答题速度那么快，后面直接卡壳，要不是题背了答案，我直播吃星号。所以程蕊呢，他到底有没有提前拿到题？他除了睡觉就一直在镜头下吧，根本没机会开小灶，倒是观者消失了很久，有问题啊！这波属于贼喊捉贼了。程蕊太牛了，以后谁说他是绝望的文盲，我跟谁急？观者的心理素质实在不行，缓了半天还在喘粗气。我看着他，只觉得对手 level 太低，过于索然无味。观者还想找补，陈威直接拦在他面前，大老爷们输了就输了，还搁着逼逼赖赖的，你是不是输不起呀？我和我姐虽然名声不好，但我们从不干偷鸡摸狗的事情。陈威挥了挥拳头，再说他偷题，我给你一拳。我叹了一口，我怎么跟你讲的？镜头面前注意形象，他悻然闭嘴，趁我没注意，又朝观者呲了呲牙。弹幕里满是哈哈哈。陈威、陈蕊好像哈士奇跟博美，他真的好爱他姐呀。虽然我们名声不好，听起来好惨啊！呜，我刚才搜了一下，感觉他俩的黑料都是一些莫须有的东西吧？不，蠢是真的。前面的你管这叫蠢？那些题你能做出来，我喊你爹！当天的录制结束时，导演毫不避讳我们几个嘉宾都在场，大声地斥责观者：你都在学校里都学了什么？片场里拉条狗都比你聪明，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观者死死攥着手心，你还要脸啊？是谁非让我作弊装逼的？你还敢顶嘴？我找来的对照组都连续2期被观察团投成真学霸了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我就是没用，有本事你掐死我！我和另外几个嘉宾神色各异地看着这场闹剧，除了我，没人知道关喆是导演的亲儿子。此刻见到导演发火，全都噤若寒蝉。只有程威若有所思地问我：导演刚才是不是骂你是狗？我得地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其他几个嘉宾也窃窃私语，做不出来题就要挨骂，怎么办啊？我看着他们摇头感叹，太单纯了，怎么就没人往这是老子在骂儿子上想呢？不过想想也情有可原，这俩人连姓氏都不同，估计怕被别人说开后门，导演这几天硬是憋着一句话没跟观者讲。为了让儿子出名，他也算是殚精竭虑了。不过儿子显然不领情，我印象里观者总是板着脸，不笑也不说话，小小年纪就愁云惨淡的样子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嘶吼着跟人对骂，对象却是他爸。我真是受够你了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虚伪唯利是图的人。哪天我要是死了，就是你逼死的。PD 急匆匆地把我们往外推，别看了别看了，回去做你们的事儿去。然后又像想起什么，恶狠狠地瞪我一眼：程蕊，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招？我迟早抓到你作弊的证据。我不喜欢跟蠢人争辩，只是怜悯地看着他。许诗诗和宋冲站在了我身后，说道：别理他，自己要攒这种不要脸的局，自己 hold 不住了。我终于明白，原来不只是我和程威，所有人都是他的垫脚石，只是我这颗尖了点，硬了点。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会有人因为自己的偏见，永远都不肯睁开眼，承认别人的优秀呢？ PD 还想恐吓我，我敷衍地点点头。好好好，哮天犬，真不知道二郎神给你多少钱。你说什么？程威把我拦在身后，我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
有本事你撕了他的嘴啊！晚饭时，偌大的桌子旁空空荡荡。关喆心情不好，其他几人心有余悸，担心表现不好被导演骂，全都窝在房间里就着面包刷着题。餐厅只来了我和陈薇2人。他虽然说着要大开吃戒，但夹了几筷子就不动了，然后眼馋地坐在一边看我。干嘛？把我当吃播呢？再吃点啊！不能再吃了。我6月份有个新戏开机，导演希望我瘦到115斤，我撂下筷子，1米8几的大个让你瘦到115，他怎么不让你瘦成1.5斤呢？刚好装小盒子里。角色要求嘛，我干别的也不行。既然吃这碗饭，导演让减就减呗。我皱着眉，可是你6月不是要高考吗？我又考不好，还不如去拍戏。但当我得知他要演的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男1号，人设还是讨人嫌的绿茶男配时，火气蹭蹭往上冒。虽然是半路姐弟，但我已经把陈薇当做了这个世界的唯一亲人。如果你以后想一直当演员，更要爱惜羽毛。陈薇傻乎乎的啊了一声，老爸不是说有角色就要一直接，才能不被市场淘汰吗？我一句放屁就要脱口而出，考虑到现在是在镜头前，又强咽了回去。什么渣爹？这个角色不要接了，违约金咱们又不是付不起，给我好好准备高考。可是我，别可是可是的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上了大学再打工。那我要考不上呢？你别侮辱我了，有我在就不可能让你考不上。那天的节目播出时，我又一次登上热搜顶端。虽然但是陈薇陈蕊的姐弟情好好磕呀。陈蕊看事情好通透，演员根本不需要一直刷脸，只要有一个惊艳的角色，他就会被记住。我去搜了一下，陈家姐弟的经纪人真的是他们亲爸，什么狗男人啊，怎么会教他们这种歪理？这俩实惨，亲爹还不如后爹。我一直好奇他们怎么什么节目烂上什么，原来只要渣爹收了钱，是火坑也得跳。偏题一下，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被陈蕊感动了吗？我要流泪了。我第一次在一个208万嘴里听到学习最重要，呜呜。没错，我真是烦死娱乐圈的酒漏鱼了。前面的姐妹不要喊陈蕊208万了，你看最新的直播，她和陈薇连违约金都赔不起。陈薇的违约金要20万，要不是查了银行卡，我真不知道我们加在一起连1/4都拿不出。钱呢？我问陈薇，我俩拍了那么多戏的钱呢？转给老爸了呀，他说他替我们保存着。保存？我冷笑。于是我直接打给了渣爹，跟他说要帮陈薇解约，让他转钱到陈薇的账户上。我想让陈薇好好准备高考，对面破口大骂 RNM 老子管不住你们了是吧？有钱不赚，你俩脑子里长瘤子了吗？还高考，考个屎，他能考几分？读书有个调用，你那时候偷了老子的钱跑国外念书，老子就该打断你的腿，再带坏陈薇，回来老子就掐死你。我冷着脸站在镜头下，就那样开着免提给所有人听。不把我们的钱还我们是吧？星号、百分号、人民币星号划脏的直接被屏蔽了。行，那你留着买棺材板。我切断通话时，陈薇早已目瞪口呆。看到没？这就是你赚钱养着的吸血鬼。陈薇眼神落寞又受伤，他毕竟只是个10几岁的少年。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别想太多，好好参加高考，一切都会改变的。我估摸着节目播后，渣爹应该被网暴的自顾不暇了。不过就算没有他，这个钱我照样凑得起。我直接去找了导演，要求他把片酬打到我和陈薇的卡上。导演皱着眉，显得很为难。咱们签合同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。你就直接说但是吧。导演被我猜出了台词，导演的脸有点挂不住，但他还是开口了。但是我现在了解了你们家的情况，觉得也可以商量商量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我直截了当道。导演有些惊讶于我的直接，你这小姑娘，之前总听别人说你笨，我居然还真信了。凡事都有变化的。我看着他，既然你识趣，我就不跟你卖关子了。关喆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。我意味深长地看着导演，他们知道被我听了墙角，这个时候还想避嫌呢。所以呢，我问他，我这个朋友望子成龙，希望关喆能给他挣点脸面，但直播这些天风头都被你抢了，如果你答应别跟他抢风头了，我就把片酬打给你。导演顿了顿，并且在原来的合同上再加20%。怎么叫不跟他抢风头呢？接下来我会为他量身定做一期内容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显得平庸一点就行。摆烂啊。OK， 虽然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字，但要是有钱也可以加进去。达成一致后，我谨慎地让导演重拟了一份合同，确认没诈后签了字。其实节目能不能给我带来高光，我根本无所谓，我只在意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实力。但我还是好心地提醒导演，你跟关喆商量过吗？或许他最讨厌的就是替人挣脸面呢。导演脸一黑，轮得到他说话吗？我心里有些好笑，为什么总有这么多家长自以为是地操纵着孩子的命运呢？陈薇的渣爹是，导演是，就连我原世界的母亲也是。他们总是固执地把孩子当成提线木偶，从来不考虑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会有自己的愿望与追求。那些歇斯底里的咒骂，迎面而来的棍棒，如影随形的精神洗脑，
全被他们安上我都是为你好的名头，到底是为谁好啊？为了争分夺秒的帮程威补习，我特地找了一个宽敞的空房间，从餐厅搬了2把椅子。房间旁边就是备采室，我来来回回的时候，有好几次都碰见了关喆。他垂着头，一副麻木的模样。PD 则在旁边滔滔不绝，告诉他每个问题该回答什么话。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我礼貌地说了句加油，他却木然地掀起眼皮，眼神里满是自嘲。下午录制前 ，PD 过来告诉我们台本，看到我正在给程威辅导，表情古怪而惊奇，有话就说，我头都没抬。PD 似乎被我噎惯了，也不像前几次那样动不动脸红脖子粗了。下午录新一期，会有评估专家来帮嘉宾测智商，但是只会挑选一个人。我几乎瞬间明白了他什么意思。我们已经提前预热了，跟观察团也打了招呼，他们这期应该都会把票投给小哲，所以等会录制的时候，你们都不要主动举手，把机会留给小哲，知道了吗？毕竟跟导演的约定在前，我并没有什么异议。程威本想反驳，被我扫了一眼，也委屈巴巴地闭了嘴。下午录制开始后，果然有一个短发干练的女士被请了进来。PD 热了几句场，就开始步入正题。范院长目前就职于国内最顶尖的人工智能实验室，今天到场呢，也带来了他们最新研发的仪器。它可以通过对大脑皮层起作用，直接得出人的 IQ 值。有没有谁想来主动试一下？由于 PD 早就事先打点过，我们几个对望了一下，并没有人举手。可是就连关喆都没有举手。在骤然垮下去的氛围里 ，PD 尬笑2声，大家是不是怕测出来了，咱们节目的悬念就没了？别担心呀。小哲，你中午不是跟我说很感兴趣吗？你去试一试吧。关喆疲惫地看他一眼，缓缓起身，走到了仪器旁边。范院长帮他调试好设备，戴在头上。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显示屏。半分钟后，叮的一声响，上面弹出了一个数字128。范院长面带微笑，已经是很高的 IQ 值了，大多数人才在100左右。通常来说，超过140就是万里挑一的天才了，你已经非常接近了。导演面带遗憾，插嘴道。这次可能状态不太好，这个孩子之前测 IQ 值都在130朝上呢，拿人钱财，帮人办事。我牢记着跟导演的约定，于是想要帮忙找补一下。我觉得就目前的科技水平来说，仪器测出的 IQ 值只具有参考价值。如果关喆现在用为是智力测试，可能还是130多。我做作的拍拍手掌，感叹道：不会直接把咱们节目组的天才给找出来了吧？这么高的 IQ 值，好羡慕啊！导演很受用，脸上带着如沐春风的笑意。范院长却侧目看我，你说参考价值？不，我得纠正你，我们的仪器是最新的，比为是检测量化表要更加准确，都是搞科研的。我太懂范院长被冒犯到的心情，于是有些歉意地点点头。但他还是板着脸走到我身边，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亲自来体验一下。变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我求救地看着导演，心情大好的他却直接挥了挥手，让你试你就去试试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你确定？我问他。范院长都亲自开口了，还不快去？他朝我摆手，根本不把我当任何威胁。导演，我跟他眼神交流，示意他赶紧放弃这个决定，机会宝贵，不如留给弟弟他们测。你墨迹什么呀？导演就像捉到了我的把柄一样，眼里荡漾着光。大家都好奇你明明不太聪明，这几次是怎么做对题的？难道你这么多年都在藏拙？ PD 跟着笑了起来，傻子才听不出这是在反讽。我最后提醒一句，这个宝贵的机会真的给我吗？快去吧。导演叹道，你再耽误一会儿，节目还往不往下录了？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仁至义尽了，不能怪我。我起身跟在范院长后面，一步步走向桌子上的仪器。2分钟后，所有人看着显示屏上跳动着的159，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。只有范院长欣喜若狂地弹起身，我的天哪，天才，天才，这才是天才！导演脸上胜券在握的笑慢慢剥落，难以置信地僵立在原地。好半晌，他才大梦初醒一般冲过来，仪器是不是有问题？关喆从小到大测智商，从来没比谁低过。范院长再次不悦地皱起眉，仪器经过了非常漫长的试验阶段，又不是豆腐和屁做的，怎么可能拿出来就坏？你再给他做一次刚才说的什么伪？导演急急道。是维氏智力测量量化表。关喆冷吃着补充。导演怒不可遏地瞪了他一眼，回头道：对，就这个。我都说了，我们的结果比维氏准确。范院长的眉间蹙出了深深的沟壑。再来一次，只是多此一举，一而再，再而三被人质疑成果准确性，他已经隐隐有些不耐烦了。还测？呵呵，自取其辱。关喆跟着火上浇油，只有往他爸心口扎一刀，他才能感到些许的畅快。但其他嘉宾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全都瞠目结舌，就连程威都小声对我道：我去，他胆子好大呀，他敢直接骂导演，我要跟他拜把子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导演是他爸？程威诧异地瞪圆眼珠，看看左右看看右，这长得一点也不像啊！关喆他妈的基因太强大了吧？弹幕太多，滚动的几乎让人看不清。范院长演我本人啊，
救命！怎么会有人 IQ 这么高？程蕊才是天才本才啊！我宣布，从此这就是我老婆。关喆刚才看他的眼神好崇拜呀，哈哈，邪教 CP 我先磕为敬。刚才那个冲出来的是导演吗？他为什么对关喆那么凶？导演的老婆好像姓魏，我有个大胆的猜想，都没人关注我们成为小可爱吗？蠢萌的。我室友说他像哈士奇成了金哈哈，他和他姐在说什么悄悄话呀？急死我了！满房间的人一半难以置信，一半后悔莫及。只有范院长满面红光地拉着我：“你叫程蕊是吗？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？”“应该算是演员。”“天哪，这太暴殄天物了！你不能浪费这么好的才华呀！国家需要你，人民需要你，我们实验室需要你。”程薇站在旁边，似乎想不明白怎么突然上升到这种高度了。我姐这要牛的吗？她挠头，谁都想让她去实验室。还有谁？范院长急切地询问。就之前那个什么菲律宾数学奖的得主，程薇努力回想着。是菲尔兹，有人提醒他，数学界的诺奖。哦，对，范院长皱紧眉心，显然和常教授是熟人。这老头又跟我抢人。他那实验室一群大老爷们，忙起来不洗头不洗澡，臭气熏天的。你想想，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能去吗？真的吗？我半信半疑。后来常教授看到这期节目，差点把肺咳出来，打电话跟我说了好久。老范就是败坏我的名声，导演自从玩大翻车后也摆烂了，副导演只好顶上替他录节目收尾。为此我还特地去找了导演一趟，告诉他我认真履行了合同精神，是你非要让我去测的，不能怪我身上。他烦躁地摆手，知道了，你赶紧离开我的视线。我看见你心脏病都要犯了，辛辛苦苦筹划的节目替他人做了嫁衣，想想确实要犯心脏病了。我点点头，临出门前又忍不住开口，其实关喆已经很优秀了，你不用一直逼他，他也一定能开花结果。导演微怔，掀起眼皮看我。我很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，但如果你总想着拔苗助长，说不定会把他弄死，你觉得呢？节目录制最后一期 ，PD 告诉我，观察团所有成员都把票投给了我，因为事实放在那，根本不给他们任何操作的空间。他的脸上满是纠结与困惑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我之前认识的不是真正的你吗？凡事都有变化的，我再一次道。那我下次还可以邀请你录节目吗？他有些卑微，甚至有些讨好地问我。但我毫不留情地摇摇头，我已经答应范院长跟他去搞科研了，以后你估计很少能在什么节目里看见我了。好吧 ，PD 局促地搓手，也对，你跟我们这种人是不一样的，你是要推动社会进步的。我感觉很抱歉，之前那样轻视你，他道。我摇摇头，我根本不在意。节目组打来片酬的那天，我和程薇一起付了违约金。他哭得嗷嗷的，答应我一定会好好准备高考。姐，以后你就是我妈，哦不对，以后你就是我爸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我肯定去科班学习，好好磨练自己，再也不接乱七八糟的烂角色了。你等我赚大钱了养你。我偷偷往后站了站，避免他把鼻涕甩我身上。几个嘉宾弟弟走时，也争抢着要跟我合照，一口一个姐姐叫得香甜。关喆默默地站在最后，等到所有人都散开了，才本着脸走过来。小年纪怎么天天垮着脸啊？笑一个嘛！我逗他。他勉力掀了掀唇角，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谢谢你帮我说话。他抬眸看我，漆黑的眼底像有篝火在跳动，一直木着的脸都似乎被点亮。虽然我现在没有你那么厉害，但时间还长，我总会追上你的。什么？你要追我姐？程薇震惊脸。滚！好嘞，姐。关喆有些局促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，我挑眉，我就拭目以待喽。